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们最近呢，就是前阵子大家都忙起来做口罩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发现呢，一些医护人员他们的这个手术帽呢，好像也是不太够用哈，所以我先来教大家做手术帽。那这个手术帽呢，虽然讲是手术帽啦，那其实你做餐饮业的，你需要把头发包起来的那个工作别哈，你们都可以来做做看。那如果你不想当那个手术帽的话，其实你把头发放下来，戴起来也蛮帅气的哈，卡北吹点风，头卡卡北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样式呢，它这个帽顶的形状是椭圆形的，那后面这里呢有绑一个这个蝴蝶结。那这里有做这个松紧带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头发塞进去的话，它可以把头发这样固定住之后，我们再把蝴蝶结给绑起来。只是其实我觉得它绑起来之后再戴会比较好戴。那我们这个绑蝴蝶结这个地方，当然就是说，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宽度。有些人头比较大，有些人头比较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说，依照我们的这个宽度呢，去调节它的松紧。那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什么。没那个布边，好，你们家没有布边车。那如果像我们是做怕热的话，就是没有做里布。那我们没有布边的话呢，没有布边车的话呢，我这一次就是用包边缝哈的做法。那如果你有布边车的话，你就是车布边就好了。那我相信一般很多人都是家里都是没有那个布边车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教这顶这个手术帽的做法。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的这个版型我会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在影片的后面哈。首先这是帽顶的部分，看起来有点像马桶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是那个帽檐旁边，好，就是这个头顶，然后这是帽檐，然后呢，这就是绑带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做了哈。那首先我们就是要量出这个我们缝指点的这个距离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到这边会有一个缝指点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个缝指点哈，然后这边是开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缝指点的那个位置呢给做出来。我刚忘记画了，现在画，刚忘记先做个记号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缝指点的位置画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也是，它这个是跟头顶一起接哈，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大约的这个缝指点呢，先画出来。为什么要分开画呢？等一下跟你讲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缝指点画出来呢，首先我们要先收边，好，因为我刚刚说了，我们一般人家庭是没有布边车，所以我们从这个缝指点呢，我们先把它3卷车缝。那3卷车缝呢，要怎么缝？这个尖尖的地方呢，这个地方直接这样折过来，看着直接这样折过来，让它跑出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让它跑出去，然后这边你就可以不用管它了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车一圈哦，哈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把它车过来。那它这里有弧度，其实你是可以拉伸开来的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把它折起来，都是3卷。这个做法叫做3卷车缝哈，我们就把3卷车缝扯起来。那这个下面的地方就是帽檐的部分，好，会戴在头上看得到的那个帽檐的部分，车一个三角形。好，你可以把它这样转过来车，啊，你也可以回针的车，好，反正就是你把这个三角形固定住，然后再把3卷车缝这样车起来。这还蛮好做的啦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难做，可是它难的就是在你那个版型哈，要做的漂亮，戴起来要好看。那做法不难，就是这个版型，我也是试了大概2、3次才抓到我喜欢的比例。好，那把它车起来，我们车到这个边边的时候，记得又要怎样？又先把它折起来。那我刚刚不是转过来车吗？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回针，有没有？回到这个点，这样子它就会到，它会你那里就是要车一个这样子一个三角形哈，把那个固定住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缝指点不是在这里吗？一样把它像这样子车起来，到这边的时候，把它拉像这样子拉出来。那这里有一点弧度哈，那个线，它这个布这里是斜布哈，所以它蛮好拉伸的。
好，我们头顶，我们这个帽檐的部分，我们就这样车就车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是还蛮简单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车这个头顶的部分。那头顶的部分呢，它后面有一个松紧带哈，所以它的难度就在于松紧带的部分，好，会比较难一点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松紧带的部分呢，我们先把它，我们要取一节松紧带，松紧带要取一节松紧带哈，这个松紧带大约是8公分呐。我松紧带放有点久，有点黄黄的，不过不影响使用哈。我们把这个缝份呢，我们记得哈，我们版型这里这个，因为这里要留松紧带，你缝份要留大一点，大概1.5公分。然后1.5公分呢，你就这样往内折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把边边车起来，边边就缝份车起来。你要记得先往内折，这里要先往下折哦。往下折之后呢，你再把边边车起来。车起来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。好，翻到正面，然后你可以用锥子稍微把它边边挑出来。边边挑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松紧带呢放到中间来，夹车到它的这个，放到这个里面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放到这个边边这个角角的部分，把它放到边边角角的地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这里呢，不是缝指点吗？好，缝指点我刚刚画在这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边边一样3卷车缝。好，那你记得你的松紧带一定要推到底哈，你才车得到，就是沿着这样子，然后到这个缝指点的地方，一样把它往外拨哈，然后我们先把旁边这里车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压线的时候会顺便压到那个口罩哦，不，压什么口罩？会压到松紧带，前阵子口罩车太多了，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讲口罩，都在弄口罩。弄到有那个了，然后现在换另外这一面呢，这一面的话我们要拉过来，可是这样比较不好拉，所以我们先把3卷车缝的地方先折起来，折好，好，那你可以用强力夹或珠针先固定住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松紧带呢一样把它拉到这最旁边，塞进去里面，好，把它放好，像这样，然后一样用这个强力夹再把它夹住，好。那这一个你就可以先放开哈，放开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要这个缝指点在这里，我们一样，这里要让它飘出去，有没有？从外面往内车，然后呢，就像这样子，把它车过来。车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小心你的那个松紧绳不要让它掉落哦，哈，一定要让它靠在这个边边哈，然后先把它这样车起来。回针回来到最边边这里，我们再把松紧带的部分呢，这个缝份往内折，把它车起来。所以它全部的难度算比较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啦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拉链，我们这个不是拉链，我今天怎么一直说错话？可能是因为现在是半夜2点多的关系，就一直。可是我其实今天精神还不错，因为早上有睡饱。好。那我们这个松紧带的部分就车好了哈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这个头顶的部分连接，好，那跟这个帽檐的地方连接哈，那我们就是一样，先把中央线我刚中央线忘记先做哈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中央线大概在哪儿。好，我们中央线呢要先剪一个牙口哈，让自己知道中央线在哪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的中央线也剪出来。我今天怎么都忘记先把它剪好了。好，把中央线先都剪出来，接着把它对在一起。强力夹或珠针，不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个布边车，如果你有布边车的人，你就直接这样车就好了。车完之后去扫布边。那因为我们没有布边车，所以我们要变成要反相对哦，就是要车正面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？
我们要车的是正面的地方哦，不要像之前我们都是正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因为我们要做包边缝，所以要这样车。好，那你就稍微对一下，从这个边缘这样稍微对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一起车，从正面车哦，不要怀疑哈。那我们车的话，只要车0.3哈，0.3就是你能车多小车多小，不会破掉为原则哈。0.3、0.4，随着这个弧度车过来，随着这个那个头顶的那个圆形哈，车过来，那就是大概车0.3、0.4。那如果你要车0.5也可以，车完之后你可以把缝份修小一点点。好，正相对车哦，不要怀疑哈，就是正面跟正面两边都是正面这样子车，好，不要怀疑。然后就这样把它车过来，车完记得回针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这个侧边呢，这里它没有刚好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哈，等一下也是不影响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直接先看一下我们的布边，先看一下我们的缝份会不会太大。如果你要是超过0.5的话，请你像我这样子把它剪掉，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把它尽量修小一点，然后把它修整齐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翻过来，翻到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背面呢去压0.5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缝份是0.3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是压0.5的地方，等于是把我们刚刚的缝份呢包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就叫包边缝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推到这个最边边，开始再来车0.5，把刚刚的缝份呢包进去里面，这样就不会虚边啦，那你就不用车布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是有布边车的人，请你照一般的做法，好，你就是正相对之后去车布边。没有布边车的人，请像我这样做包边缝。那做包边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耐洗，好，比较耐洗一点，因为它缝份都已经包进去里面，所以它不会一直虚边。那相对你这里因为边边有2层的那个车线，所以也会比较耐洗一点。是说，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算是消耗品了，就是你也不可能一顶用个几10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，如果是脏了坏了呢，就换掉。不过为什么要自己做手术帽呢？除了就是说，比较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哈。如果你是医生或是护士的话，你可以在医院就是跟人家与众不同。再来就是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挺环保的。再来就是说，它是纯棉的，像我都会选纯棉的材料，会比较透气，比较舒适一点。那我们就慢慢车，因为这个弧度的地方你就是没有办法快，然后就慢慢车，把它车起来。那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个缝份包进去里面，我们把它翻到正面来看看，有没有？你的缝份呢就已经这里没包到，没包到怎么办？这里我缝份车太小了，你看我这里缝份只有车大概0.4，所以就会有一点点没有包到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再重新多车一点，把它包起来就好了。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没包到啊，没包到也没关系哈，我们就是把它再车深一点点就好了，好，就看不到缝份，有没有？它的四周呢，你就会看不到缝份，就会比较细致一点。这样子呢，就算你没有车布边，里面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这个带子的部分。那带子呢，我已经先做一条，你要用本来的布做也可以，那你要像我这样有配色的话也可以，因为毕竟呢，就是说这块布呢它比较厚一点点哈，因为你做帽子如果你用太薄的话，我觉得帽型会比较塌，所以这个蝴蝶结的部分我就用了40支棉。那如果你觉得说，没关系，你蝴蝶结想要做大大挺挺的呢，也可以，你可以全部都用本布去做哈。然后呢，蝴蝶结呢，前面我会做比较有一个三角形的嘛，所以我就是稍微车这样就好了。那也有人哈，就是这样车过来之后再翻到正面也可以啦。那我是懒得这样车，因为它还要翻来翻去的，我都是先车一个头就好。因为它很细哈，所以不会很难车，比较好对。好像我们先把这个头先做出来，
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直接从后面这里开始把它折起来，像这样把它折好，有没有？细细的就好，不用太粗。那如果你喜欢大一点的蝴蝶结，你就做大一点，就做宽一点也可以，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把它整条四周压线就好。其实我本来还有点想耍废哈，结果看到很多粉丝朋友说哈，急需使用这个手术帽，所以想想还是赶快来车一下。不过也是要等我版型觉得都 OK 我才会教啦，不 OK 的话我教你们，然后大家做出一堆丑帽子，然后说是我教的，多丢脸啊！我才不要。所以我还是要把，虽然是免费分享哦，不过还是要把版型尽量把它做漂亮一点哦，这样大家戴起来漂亮，我也觉得比较有面子，有没有？整个爱虚荣。好，那我们蝴蝶结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放在这两边。那基本上呢，你两条带子呢长度可以一样。那其实我跟你讲哈，我有一个怪癖，就是说蝴蝶结打起来，我喜欢这样子正正的。所以呢，其实在这个打蝴蝶结的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尾巴哈，你要一样长的话哈，就是这个再绕的这一条，你其实是要长一点点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它长一点点的话呢，它就是会长这样一点点就好，它就会打起来，两只脚那个蝴蝶结的脚就会比较一样长，所以我就会一条剪短一些。好像这样少一点点，那长一点点的呢？因为我是右撇子，所以我就会车在右手边的部分。好，哪一条啊？忘记了，这条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蝴蝶结呢，我们就固定在这边。好，那今天可能那个照片没有那个真人秀，因为我女儿去学校，她住宿哈，住在学校附近。所以我没有人可以当模特儿，半夜2点我要去哪里找模特儿？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带了拍自己的后脑勺，所以可能是没有那种时代的那种照片啊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这顶没有时代的照片。不过说实在，这个我之前试做的时候呢，版型还没那么 OK 的时候，试做的时候戴起来都还挺美的，还不错啦，个美版。那版型修改之后就更好看啦，对不对？戴起来会比较顺。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反正就是戴着把头发包起来，有什么好不好看？不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有点时尚感哈，就是感恩的请纱赶快哦，你一件衣服也总是有好看跟不好看，合身跟不合身的。好，我们完成了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就是它的头顶呢是椭圆形的。我为什么要强调呢？因为之后我还会教一个头顶是圆形的哈。有两种手术帽的版型哈，那它做起来就像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刚好可以把头发，你这样把它绑起来的时候，头发是可以刚好包在里面。好，那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这一条长，右边这一条比较长一点点？我打出来的蝴蝶结呢，就会比较正。那蝴蝶结很多人不会打，我告诉你们，打蝴蝶结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一个平结，平结我们要上下，然后这个耳朵的地方呢要垂直，跟这个上下的地方垂直下来之后打过去，所以呢它会上面这一条呢它会比较肺部，所以它的那个长度就需要长一点点。哇，选出来了，紧凑咯，然后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一个漂亮的，然后有点活泼的这个帽子我们就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是挺可爱的。然后里面呢，因为是包边缝，所以里面干净利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头发就可以藏到这个里面去。那我有看过有人呢，他也不是说就有用松紧带，他可能就是留一个更长一点的，然后把它车成弧度。那我是觉得说，看你个人的喜欢啦，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车松紧带。那尤其是男生的话，你没有松紧带没差，只是说你那后脑勺包起来会比较漂亮。好，像这样子其实是蛮简单的。那我就是希望说呢，我像这样子，我做教学呢，希望可以帮到这些需要手术帽的医护人员，或是需要任何你的行业，不管是哪一种，你需要一个包覆你头发的这个帽子，或是你纯粹就是想当装饰，
好，带着漂亮自己开心也好，好，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那就是也希望说，如果你会英文的话，请你帮我翻译啊，那可以分享到世界各国去。然后虽然我话很多，你可能要打字打很久，可是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，那就是请大家就是多多分享。好了，喜欢的人或是有需要的人，赶快自己做一个吧，拜拜。